前不久，央视曝光了一位清华学霸的每日计划表，瞬间就冲上了热搜。这份计划表是清华校史馆举行的清华大学优良学风档案史料展当中的一份展品，来自一位本科生。在这张计划表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他每天的学习进程：凌晨1点睡觉，清晨6点起床，6点40开始学习。除了每天完成固定课程，还包括了每周2次的讲座充电、2门外语的学习，还有固定的锻炼时间，连晚上9点到凌晨1点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据知情人透露，这位学霸来自落后地区，当年是市级高考状元，但家境非常一般。刚来清华的时候，他经济紧张，一顿饭只吃2个馒头，为人腼腆，一度被同学们开过玩笑。但是来到清华后，凭借着勤奋与坚韧，他连拿4年的1等奖学金，成绩保持在全院前3，还未毕业就被某央企以特殊人才提前聘用，成为后备干部。网友看完瑟瑟发抖。其中网友这么难改名字什么说，学霸果然是学霸。纽约人民说，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拥有24小时，但就是因为不同的分配，造就了不同的人。网友辣辣黄说，好强，永远都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网友水母与鸵鸟说，太强了，鼓掌，我要继续努力。网友明天没事说，写计划不难，我也常常写，难的是执行。网友今日宝藏说，作为一个清华落榜生，打扰了各位。网友杨家的小仙女说，这可能就是我与学霸的区别吧。在清华自然是高手如云，个个都是拔尖人才，可这位貌不惊人、出身一般的学霸却在天才堆里脱颖而出，靠的是什么呢？不是过人的天分，也不是深厚的背景，而是简简单单的2个字：自律。康德说，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很多时候不是优秀才自律，而是你自律了才会变得优秀。当一个人自律到极致的时候，即便你起点不高，即便你受尽嘲讽，全世界依旧会为你让路。说到底，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唯有自律的人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有一次记者采访杨丽萍，记者问她，你从青年一路走来，可身材一直保持如此的好，秘诀是什么呢？杨丽萍默默打开自己的饭盒，1个鸡蛋，1小片牛肉，半只苹果，这就是她的午餐，并且这还是在高强度不间断的舞蹈训练时所食用的午餐。记者又问，难道你不饿吗？她回答，热量已经够了，你看我还不是照样跳舞，从没有倒在台上。前天 C 罗斩获了职业生涯第700球，成为现役球员中攻入700球的第1人，距离世界纪录也只有1步之遥。而创造这一切的 C 罗已经34岁了，在足球的世界里绝对的老兵。 C 罗自己说，我34岁了，却拥有23岁的身体，而这一切的秘诀只在于自律2字。看看 C 罗的那恐怖的肌肉金刚腿，就知道他的自律有多变态。无论是在曼联、皇马还是尤文， C 罗始终保持疯狂健身模式，从不吃垃圾食品，每天的热量控制精确到 0.1 卡路里，这样才造就了他完美的肌肉。有这样一组数据，每天最少花1个小时锻炼腰腹肌肉，每天3000个仰卧起坐。运动员的体脂率通常在 10% 左右，而他的体脂率仅有 7%。 运动员肌肉含量通常很难超过 46%， 而 C 罗的肌肉含量为 50%。 C 罗向我们证明了，要取得一时的成绩固然可以靠天分，但是真正持久的巅峰必须懂得自律的意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要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要是最低的，而自我实现则是最高的。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只是低级的需要，因此也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牺牲。而越高级的需求就越需要持之以恒的专注，需要屏蔽各种各样的诱惑，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就像有的人每天打游戏、逛商场、泡酒吧，过得浑浑噩噩，而有的人疯狂训练、专注科研、用心工作，目标坚定。久而久之，人与人的差距就拉开了。作家吴晓波说过，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好东西，都以无与伦比的勤奋为前提，要么是汗，要么是血，要么是大把大把的好时光。这个世界的真理就是，每一个小小成功的背后都是日积月累的付出，每一口蜜糖都需要用苦涩的汗水去换取。高度的自律创造高级的人生，而自我放纵就会在低级的欲望里越陷越深。身边总有朋友向我抱怨，我也知道自律很重要，可是就是做不到，这是为什么呀？朋友梁大师总结到位，因为那些高手是持续性的自律，而你是间歇性自虐。马云说，最糟糕的人生就是晚上思索千条路，一觉醒来走老路。而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的常态总是游走于热血沸腾和得过且过之间。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看到镜子里日益发福的身躯，下定决心减肥，学做减肥餐，做了2次就嫌太清淡，放弃了，高喊每天跑10公里，第一次累得气喘吁吁，第2天再也不去了。觉得自己是知识面太窄，害怕跟不上时代，于是下单买了一堆书，从互联网运营到新媒体写作，发誓3个月内要啃完，结果1年以后才发现都只翻了扉页。老板的压榨让你身心俱疲，你要主宰命运，于是报了一打线上课程，可学习新的知识好吃力好辛苦。好吧，玩下王者荣耀，刷下抖音，补偿一下。这不就是许许多多人的日常吗？挫折来临时给自己打打鸡血，稍加努力后就回归到慵懒的状态。这不是自律，而是自虐。要我说，好的自律也是有捷径的，至少包含以下2点。第一，成为高手的捷径就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身边如果有一种向上的氛围，久而久之你也会深受其影响。相反，你身边都过得很丧，那么你基本上也不会成功。和自律的人在一起并不总是轻松愉快，它意味着你要跳出舒适圈，看到比自己强大的人。你的自尊心会受到刺痛，你的神经会变得敏感，可是只要你坚持下，收获会比你在黑暗中摸索来得多得多。第二，你要学会分解任务，累加够得着的小目标。人性在于喜欢及时的自我满足，而厌恶无法达成的目标。一旦目标立得太大，就很容易让人执行的时候望而生畏，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直接放弃。所以学会把目标范围缩小，比如锻炼就从10个俯卧撑开始，学习就从10页高质量的阅读开始。当你完成时，大脑就会发出赞赏的信号，刺激你去进一步的努力。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所有的心理负担都消失了，你的自律变成一种习惯，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这时自律就不再是一句空话，成功也离你很近了。山本耀司说过，我相信1万小时定律，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灵感和坐等的成就。做一个自由而自律的人，势必靠决心认真的活着。每一天我们是自律还是放纵，看起来并无多大差别，可是时间永远是奋斗者最好的朋友，是萎靡者最残酷的敌人。当1年、5年、10年过去，就会发现自律与不自律造就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科比说，你羡慕我的成功，可是你看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我看了整整20年。那些看起来牛气哄哄的人，都曾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边擦泪一边奋斗。那些看起来被命运眷顾的人，大多数都有不为人知的付出与艰辛。有人说，这世界上有2种力量，一种如璀璨烟花，一种如流深静水，前者短炫弥散，后者涓涓不息。你我皆凡人，没法翻云覆雨一步到位，但你要相信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如海。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无论你是大步流星还是步步为营，只要用自律与坚持去浇灌，终会守得花开不败的一天。请记住，你今天的日积月累，终会变成别人的望尘莫及。
清楚记得，风经过耳边速度为声，脚也清晰感觉你每一步扬起小小飞尘，还在奔跑的人，和世界维系成一种属于自己和梦想之间做好准备，披星戴月坚持的平衡，一直到心跳响在风间，直到脚印指向无畏微笑的梦变成朗朗晴天。你知道前程路不远，直到目的地出现，直到世界把你看见。坚持奔跑的你，在天和地之间写下了响亮的姓名。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订阅与分享，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